米屋 MSC510 Pro 的核心优势，它有比较优秀的手机快充兼容性，移动电源模式下文波表现很漂亮，手机实际充电效果也不错。对于想少带设备、追求出门方便的用户，这台产品可以重点考虑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台是米屋最新的 MSC510 Pro， 官方叫数显秒充3合1移动电源。它把67瓦氮化镓充电器、1万毫安移动电源，还有自带伸缩线整合在一个机身里面。这种3合1便携式充电设备，在我这里测的不多啊，主要还是因为咱们是一个人的工作室，再加上现在的产品更新太快了啊，想测的东西太多，确实有点忙不过来，还是请老铁们多多包涵，咱们宁可慢点，必须要做到侧位了解，才为真相。兄弟们，话不多说啊，开测。天地盖的盒子我们把它打开，充电宝本体还有一个配件盒子，附赠了一根挂绳啊。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一本，充电宝外面有一层纸把它包住的，这个是为了环保。灰色的柱体设计，个头的话比我想象中还要小一点点。挂绳穿上去，便携感就直接拉满了啊。充电宝正面黑色的面板，型号和品牌 logo， 黑色的按键镶嵌在屏幕的正中央。侧面规格信息，这面是功率信息，输出口为一个自带线口，采用磁吸的方式收纳，还有一个 Type-C 口。顶部挂绳区域也有米屋的 logo， 折叠式的插脚也是新国标设计。整根自带线的长度我刚才量了一下，大约是70毫米左右啊。这个线材收纳灵敏度还是可以的。电量显示为 LED 3位数码管，充电宝连包装盒一起重量449克，单充电宝重量364克，充电宝的厚度大约是 40.7 毫米，高度为118毫米，宽度约为57毫米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及快充协议的情况。产品名称移动电源，产品型号 IPBC106R， 电池种类锂离子电池，额定容量5000毫安时，5伏3安的情况放出来的，我们后面验证。额定能量值 36.5 瓦时，内部包含2颗额定5000毫安的电池啊。适配器模式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全球电压，这个时候就是最高67瓦，固定档位是65瓦。双口同时使用就是445加12的模式，也就是总功率57瓦。移动电源模式，2个充电口输入规格都是35瓦最高功率，输出功率的话就是最高55瓦，固定档位是45瓦，同时输出就是33加12，总功率45瓦。制造商北京米屋科技有限公司，这边则是认证信息。循环锂电池标识，请勿扔向垃圾桶，室内使用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请勿靠近火源，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，循环5年，双路绝缘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在适配器模式下来看一下自带线口的协议啊，有高通 QC 2.0 的协议，三星 AFC 的快充协议 ，PD 3.0 65瓦，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 3.25 安65瓦 ，PBS 设定了2个档位，然后小米私有协议是67瓦。如果是移动电源模式的话，小米的私有协议就变成了55瓦，对应的 PD 3.0 的固定档位它也变成了45瓦。这个就是 Type-C 口的快充协议啊，跟自带线口不一样的地方，它多了融合快充33瓦。华为的 FCP 和 SCP， 其他的 PD 3.0 的协议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包括用移动电源模式的时候，它同样的功率也会向下降一档。这个米屋移动电源它的兼容性测试，我们从华为和荣耀开始，米家的设备肯定是100%支持的，我们后面直接采集小米的充电曲线。华为手机 Type-C 口可以直接走超级快充，自带线口华为的手机就不要去用了啊，除非是最新款的可以支持 PBS 的，可以用自带线口，其他的老款华为大家务必用 Type-C 口。如果是荣耀最近1-2年出的手机 PBS 和 SCP 它都是支持的，这2个充电口随便都可以用。当然功率高一点肯定是选择自带线口哦，直接可以走到 PBS 67瓦的功率，而且还可以开启极速模式，这个我后面也会采集一个详细的充电曲线。蓝厂的手机2个充电口都可以开启 PBS 快充，而且真实功率都可以跑到50瓦左右。就目前的快充生态而言，只有蓝厂的手机它的兼容是做的最好的啊，无论是 PBS 还是 UFCS 它都可以向下兼容。当然绿厂的手机它也在跟进了，现在新出的绿厂的手机基本上都可以支持融合快充和 PBS 55瓦。这个是一加的最新款的 S16 Type-C 口直接启动融合快充，起始功率可以走到23瓦左右。自带线口启动的是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瓦左右。还是老规矩，三星的手机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.0， 自带线口
超快充电 2.0，Type-C 口同样是超快充电 2.0， 在适配器模式下，它有5安的 PPS， 三星的手机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关于充电宝类的测试啊，最核心的一个数据就是能量转换效率。在移动电源模式下，它刚好有5个电压档位，我会用这5个电压档位来做5次充放电循环，综合的评判一下这个充电宝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。5次充放电的数据全部都出来了啊。我们先看放电部分，米屋这台 MC510 Pro 在20伏45瓦档位下，第一次关断是7分钟，放出17的电量，这个时候壳体的温度大约是 39.8 度。总共分6次把电放完，换到15伏45瓦档位，第一次关断在16分钟，放出31的电量。这个时候壳体的温度是 43.8 摄氏度，需要分3次把电放完。中低功率档位36、27、15瓦都可以一次性放完，这说明它的基础放电能力是没有问题的。转换效率方面，根据5次完整充放电循环的数据，按充入电量到放出电量来计算，5次实测它的平均效率大约是 75%。官方额定的能量值是 36.5 瓦时，我们按照这个数字来换算，它的额定转换效率大约平均是 77.8%， 属于正常的水平，但不算特别的亮眼。最后一次5伏3安放电，实际放出的容量是5875毫安时，官方额定容量是5600毫安时，这个结果是达标的，甚至略高于标称，所以这一轮测试下来，它的容量底子站得住，中低功率放电也是非常稳定的。充电宝的电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，这次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自充曲线。插上充电器，刚开始的功率是28瓦呀，一共持续22分钟，后面是38、9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27分钟左右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。完整的充电时间是1小时35分钟。如果是刚放完电，内部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话，这个时候充电它就要花2个小时，它的28瓦的功率会持续很长时间。这一次充电是冷机状态，从0到100。现在充电的这部手机是荣耀200，它电池容量是5200毫安。我们看它满电的时候，给这个手机充完电还剩多少电啊？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曲线。这部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充电曲线图。充开机以后，最高功率是47、8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4分钟，然后调整到24瓦的功率，也充了4分钟左右。然后再次调整到37瓦功率，大概也充了4分多钟，后面就是24到29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，充到 90%， 逐渐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0到100一共花了51分钟。充满这部手机，充电宝还剩 15% 的电量，这说明这个充电宝内部2颗电芯啊，应付一个6000毫安左右的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充电宝它的适配器模式的一个测试啊，因为它有合流增大功率的功能。我们现在接上交流电，让它输出65瓦的功率，看它能持续多久。而且这个充电宝的电量就是刚刚10几个电，我们就用这个低电量状态来进行测试。大家看这个功率表啊，现在功率还没有停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充电曲线图。大概运行了1个半小时是不会断功率的。测试的时候，壳体的最高温度是51度左右，能过40分钟，证明应付65瓦级别的轻薄笔记本是完全没有压力的。这1个半小时，这个电量可以说几乎是没怎么涨，因为这边在大功率的输出。米家私有协议的充电曲线，我们就用这一部红米的 K80 至尊版来进行采集，原生支持100瓦的米家私有协议啊，显示的是67瓦 Max。我们采集数据，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啊，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。53到55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9分钟时间，从9分钟到14分钟为下降功率阶段，后面就是平均功率大概是35、6瓦，一直在充电，充到 90%， 逐渐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13% 充到 100%， 一共花了48分钟，实际上跟100瓦也只相差了10分钟左右的差距啊，这个符合67瓦正常的速度。现在这个充电宝的电，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给苹果17充电是什么样的效果啊？它的移动电源模式45瓦完全是够用的，就没有必要用适配器模式了。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充电。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过96个电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充开机以后，最高的峰值功率充到35瓦左右，后面是第一阶段27、8瓦的功率，持续了7分钟时间，后面就降功率了。第二阶段是18瓦。持续了大概11分钟，后面第3、第4阶段的话，这个手机从0到96一共花了1小时13分钟，充电时间还是差不多的。充完这部苹果17
充电宝还剩38个电量。按这个充电效果估算，给小屏幕的苹果手机0到80充 1.5 次没有问题，给大屏幕的苹果手机充个1次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2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是怎么样分配功率的。首先是适配器模式，我们先启动 PD 固定档位65瓦 Type-C 2口，我们再接上一个充电宝，没有断连，功率迅速的调整到43瓦，这个是自带线口。这边直接启动10瓦功率。2个口同时使用的时候，我们拔掉自带线口，重新启动到20伏的电压档位，根据售电的设备启动最大的功率啊。我们拔掉 Type-C 口看一下，自带线口也不会断连，功率会迅速的调整到65瓦。它的移动电源模式按照45瓦的总功率来进行分配，具体的分配规则跟刚刚测试是一样的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对它的文波做一个测试。像这种带适配器融合增大功率的充电宝，必须要测试这个适配器部分啊。如果是带适配器没有增大功率功能的，就没有必要。前面我们有一款产品没有测适配器模式的输出文波，我抽时间会做一个补测。首先我们来测试它的自带线口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4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47.5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4.98， 也就是55毫伏，平均文波在50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67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54.2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62毫伏，平均文波 53.1 毫伏左右。67瓦最高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4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61.2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7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54.8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70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60.6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79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69.6 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9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73.1 毫伏左右。最高功率67瓦的时候，文波最高是 104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83.4 毫伏左右。适配器模式下，它的整体文波表现是站得住的。按照我的标准交叉验证，自带线口的文波都能给到优秀，67瓦满载也接近优秀线。Type-C 口文波有所抬升，但仍然落在良好的范围内，整体的波形没有明显的异常尖峰。适配器模式输出干净度不错，自带线口表现是更好的。我们现在测试它的移动电源模式，首先是自带线口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3.9 毫伏，平均文波20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22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8.2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5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1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9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2 毫伏左右。25档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3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28.9 毫伏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口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0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7.3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5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1.9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9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35.9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8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45.7 毫伏左右。25档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63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52.5 毫伏左右。它的移动电源模式下，这个整体文波表现非常的漂亮啊！按我的标准来进行交叉验证，这个自带线口全档位都可以给到极品。Type-C 口在15瓦到15伏45瓦也基本是极品，只有20伏45瓦抬升到优秀，整体是没有异常尖峰的，是一台极品文波表现的移动电源。兄弟们，测试跑完，这台米雾 MC510 Pro 3合1移动电源，它把适配器、移动电源、自带伸缩线做在一个机身里面，目的就是让你出门少带一个充电头，少带一根线。对于通勤、短途出差、办公室这些场景，这个体验确实是成立的。从实际测试看，它的协议覆盖比较完整，米系、私有快充、公版 PBS、融合快充、SCP 这些全部都有照顾，所以手机端的兼容性表现还是比较稳的。当适配器用的时候，它对米系手机的快充释放很积极；当移动电源用的时候，给手机补电也能跑出比较好看的功率表现。移动电源部分容量表现是达标的，5次循环看下来，整体属于正常水平，不算特别亮眼，但也没有容量虚标这类问题。
这里要注意啊，它内部是2串电池的结构，加上3合一产品本身的电源路径更复杂，所以它的效率表现不能完全按普通充电宝来了解。文波表现反而是这台机器非常加分的地方，不管是适配器模式还是移动电源模式，整体输出都比较干净，尤其是充电宝模式下，多数档位都能达到极品的水平，整体输出稳定性是站得住的。当然，它也有自己的边界，2串电芯加上小体积的设计，决定了它在移动电源模式下不适合长期满功率硬顶。这个模式下，它更适合手机、平板短时应急补电。当你接上220伏，开启适配器模式，它面对65瓦级别的输出，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它的烤机表现是站得住的。所以这期测试片我的结论就是，米屋 MSC510 Pro 的核心优势是3合一带来的便携体验。它有比较优秀的手机快充兼容性，移动电源模式下文波表现很漂亮，手机实际充电效果也不错。对于想少带设备、追求出门方便的用户，这台产品可以重点考虑。测试为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在客观输出。我是灵活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